打进反而等于自杀。反正火箭是不相信。然后他的落后41啊，这个顶到了。水的话还是叫到了。这个不能再打，对，这个打进自杀。火箭落后33，台面最高还有35。如果母球不能衔接粉球或者黑球，等于直接送对手超分。但我等凡夫俗子，又岂能窥探天才的脑神经？这就是火箭，其他人眼中的不可能，在他身上只有愿不愿意。然而这足以封神的一局，精彩还远不及此。2018年的上海大师赛，一个非常舒服的炸球角度，大萝卜只要再打一颗红球，就能完成超分。配球非常漂亮，但是运气真的一般，尤其是在超分之际，要去强拼一个大角度中带，这感觉就像马上要领奖金，却被临时通知要增加一个测试。或要合理一点。还真的就打不进。命运真是一个爱折腾人的编剧，可怜的大萝卜心都碎了。不过好在手握63分的优势，台面最高还有67，而且现在的球型想要翻盘，谁也不敢吹牛说一定没问题。这是要干嘛？打顶带吗？顶带。抱歉，小编打脸了。刚刚我说的话应该增加一句，那就是除了火箭以外，火老师最神奇的地方就是他一出手就会让人感觉啥都不是事。推杆弹一库，然后粉球左边这颗红球，4颗红球就有2颗贴库，头疼的是还必须链接粉黑，最要命的是还有1颗红球在顶库，但是瞌睡正好碰到了枕头，偏偏就是局面越难，火箭反而越兴奋。红球刚好来带一下红球，带完。漂亮，解决了一个铺边难题，但是麻烦依然很大。现在选择蓝球的话，那剩下的2颗红球必须全部叫黑；选择粉球的话，母球选择哪个落点也非常关键。左边这颗打黑那问题不大，就上方的这颗怎么办？所以还是选择6分来打，有必要吗？刚才我们看过啊，有4分的空间，现在是用了2个6。打进这个球没有办法做到中带，力道小了一点。那这个力道小的就是球尽头啊。好，打一个底杆拉回去。妥妥的超级大兴奋，不仅红球精准打进，黑球还流出向上的角度，这也表明火箭就是要一杆打完的决心。但是这个难度真的太大了，不仅黑叫红需要一个大绕台，紧接着立马还要下来叫粉或黑，真的会有奇迹吗？顶到了。水的话还是这个不能再打，对，这个打进怎么办？打进自杀。如果是其他球员，现场解说的观点肯定没有毛病。要知道他是火箭呀，困难在他面前就是用来克服的。现场的球迷直接疯了，这样的极限操作太水了。关键是感觉火箭就像平常吃菜一样的，他确定跟我们玩的是同一个台球吗？观众请保持安静，打不进自杀。哇，真的打进了！真的太疯狂了，连续的打脸现场解说。关键是他还这么开心，这就是火箭的魅力，一个把斯诺克变成极限运动的存在。所以以后看到我们叫老师比较好，对吧？这种他干得出来的，我也觉得他4几岁应该是想得出来，干得出来，干得出来。大萝卜像打了双的茄子，其实输给这样的发挥，应该是毫无怨言吧。观众请保持安静。46 51。别小，不会吧？母球居然走少了，想要链接黑球就必须一个大绕台，不会剧情还有反转吧？球打不进，惊不惊喜，吓不吓人？因为照顾走位居然失了准度，大风大浪都熬不来，谁能想到阴沟里还能翻船？很可惜，萝卜还是没能抓住机会，最终还是火箭3比0领先。哇，打了！哇！
面对塞尔比，火箭必须一杆打死，但是清采环节全程只用左手，就不怕尔比兄说你又不尊重他们。这是2010年大师赛决赛，开局第一球就已经凶猛无比。火箭为了照顾观众情绪，决定不给塞尔比起身的机会，而接下来的这一杆，直接让现场全体高潮。这通透的发力，球队已经完全炸开。看到火力全开的奥沙利文，休息区的塞尔比瞬间不淡定了，才刚刚扳回一局，看来又要沦为饮水机管理员。目前粉球不在点位，黑球也完全被锁死。火箭想要速战速决，那就必须先打开黑球左右的下球线了。好球，白球一库精准绕过球队，处理掉带口的红球，黑球左右都有了下球的线路。看到火箭认真的眼神，那就预示着准备提速的开始。也正是奥沙利文这个行云流水的风格，造就了他历史独一份的存在。Good test for the players. A high break is 140, which is still very high. That's by Steve. 这一杆白球一库上来，利用绿球过渡，母球犹如自带导航，精准的在斯诺克大草原奔驰。赛大师这经典的表情包，也渐渐的成了火箭的专属。35岁的火箭早已经不屑于秀各种单法，就像咏春一样简单有效的实战派大道至简，才能让球迷看起来如此丝滑。新手学习打球千万不要学习火箭，要不然大概率要越练越废。This one goes in the left corner, so he didn't have to bother with the cannon. So he doesn't have to play any cannons here. He can play quite comfortably with the way they're situated. I think Michael pleased to see the mid-session interval coming up. 赛大师咬着左手，委屈的像个小媳妇。火箭每次遇到塞尔比打的真的太凶。话音刚落，意外还是来了，白球走少了，需要考验架杆功夫。漂亮，如此大角度的底带也是抬手就赢，而且两库顺利叫到篮球。看火箭打球主打的就是一个放心。没有选择 K 球，依然是单教球队最下方这颗，这控球真的太细腻了。打进红球超分，但是要让塞尔比老师投降，此时的分数肯定远远不够。Mark Selby's missed the chance for me, particularly in the second frame, to put a little bit of pressure on Ronnie, and Ronnie now looks a bit... 加速的火箭再次发生了意外，碰到粉球以后，还能有单下的红球吗？ The frame safe, but he was looking for the century break, and he might have had a chance to beat the high break there. 这就是火箭，打球同样会遭遇意外，但是强大的纠错能力总能让人心潮澎湃。听着全场兴奋的掌声，塞尔比的身心都在遭受着打击。 588 centuries in his illustrious career. 火箭典型的人来疯，观众越积极，他就越有表演欲。左右开弓也是为了让观众值回票价。
最后一颗红球被 K 到了库边，这无疑也是给自己的清台造成了障碍。火箭居然用左手打进粉球，烘托的发力让母球直接叫位红球，简直就是杀人诛心，太残暴了。 Shot played like that, John, with the left hand is quite special. Well, a lot of people have struggled with playing right. 黑教皇大范围绕台也是左手击球，奥沙利文的左手是大家公认的可以打进世界前16的投手。不得不说，火箭是懂球迷最喜欢看什么内容。Mark Selby has had a few chances. He didn't take them, and Ronnie's confidence now seems to have taken a real boost. In this type of ball, anything can happen. 看着塞尔比幽怨的眼神，还真的挺害怕他说出那句名言：“他不尊重我。” This check side, everything he can do with his left hand, it's just incredible. Trick shot. 最后的黑球，火箭更是玩起了3库归中，这场无以伦比的视觉盛宴，你还满意吗？这打铁，大萝卜终于可以喘一口气。真惊险！篮球差一点就晕进中袋，而且红球还漏了一个薄球的机会。但是这人生吧。 Hard hit, and if you miss it, the free ball comes into the equation.